家好，我是劳拉。上一集我说了我是如何从乌拉圭转机到巴西再到达美国的。我这次坐的是 AA 航空的飞机。以前我从美国转机的路线并不是和这一次一样，以前我是从乌拉圭的首都飞到美国的迈阿密，再从迈阿密到达达拉斯，再从达拉斯直飞回国内。这一次我依然买的还是 AA 航空的，但是他就没有让我从迈阿密走了，就是从巴西转机。从巴西转机的时候，我是不用出机场的，所以不需要巴西的签证。以上的这些是补充说明，因为有人问到，那我到达洛杉矶以后，最重要的当然是先住下。这个住宿我是在网上找的。其实我当时在选租房的时候，我首选是 Airbnb 和 Booking， 可是我发现他们的价格都还挺高的，而且这些房子不一定都在华人区。因为我自己本身英语不好，所以我当然是希望我能够住在华人区的，而且华人区的房租的价格也比这两个网站的要便宜一些。如果你英文好而且不差钱，那当然首选还是这两个网站。那我们就不在此讨论这个了。我现在分享的主要就是在华人区租房的事情。这一次的视频有些长，前面我会说到我这两次也是仅有的2次租房的经历，后面我会说到一些我个人的经验和提醒。如果你有需要呢，我强烈建议你还是把它看完，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有一个网站叫做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在上面可以找到很多的关于租房的信息。我当时找的是一个家庭旅馆，这里的家庭旅馆是住不少人的，它有单间，有的房间它会把它放2-3张床，甚至有的可能会更多，有的还会把客厅隔成一间一间的。我就找了这样一个家庭旅馆，我当时就问了他房间的价格，他说如果是2个人住一间，那一个床位是20，如果是你要住单间的话，就是40一个晚上。他还提供接机服务，价格是$50。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下其他专门接机的，价格也差不多。那我就说好，请他来接机，把我带到他的旅馆。这家旅馆的位置，它在洛杉矶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这个城市是大的有名。它的名字叫 Monterey Park， 翻译成中文就是蒙特利公园市。在美国的华人普遍的称它为蒙市，这一点和乌拉圭的华人统称首都为蒙市是巧合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广场叫做丁胖子广场，它也是大的有名。据说是来洛杉矶的华人基本上都会去这个丁胖子广场，这是第1站。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我订的这个家庭旅馆就在这个附近，因为这里是华人区，你不用讲英文就可以在这里生活。确实，据我在这里住了3天的感受来说，确实这里真的全部是华人呢，真的全部是华人，你很难见到一个外国人，真的。而且家庭旅馆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这里是一个很便宜的住宿的地方。相对来说，当我到达他的旅馆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那个2人间已经没有了，其中的有一个人明天就走，但是今天晚上我只能住那个单间，价格是$40。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已经人到这儿了，那就住吧。当时我看到那个房间，我觉得还行，就是因为家里是铺着地毯的嘛，感觉也还可以，也不脏。你看这个床，我当时觉得也还算干净的。可是要命的是，当我坐上去以后，我发现这个床是没有床垫的。我再仔细看，这个床其实都不算是一个正经的床，它就是用木板钉成的这么一个架子，下面也就是木板，铺了1-2层棉被啊还是什么。我特别睡不了这个硬床。科比说，你有没有见过凌晨4-5点的洛杉矶？我是没有见过，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床上翻来覆去。你看这个房东写的这个规则，当时我还不明白是什么，当时我不明白，我说怎么连染发都写上了。后来确实跟我一起住在那儿的那个人确实还真的在那儿染发了。我在想说是不是很多人到这个家庭旅馆来染发，还挺逗的。当我在那儿住了几天以后，我发现它这个上面的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保护它那个地毯，它把地毯上到处铺一些那种大浴巾啊、毛巾啊，或者是什么垫子什么的，就感觉好像打了好多补丁一样在那个地毯上，可能是为了方便打扫吧。这个地方它也有厨房，你是可以在这里做饭的。我在它那个厨房里做了几次，我发现厨房其实不干净。这个家庭旅馆的设施都是比较陈旧的，包括那些柜子
子都很老了，唯一好的可能就是地上的这个地毯，所以房东才会这么在意。当我睡了第一个晚上以后，我就想走了，结果另外的住客就跟我说，其实找哪儿都一样，这儿的床都这样，没有床垫。因为我就很不解啊，我就说为什么连床垫都没有呢？在我的印象中，床垫这个东西也不贵呀。那个住客跟我说，因为这里来来往往住的人非常多，这些房东就怕床垫损坏的太快了，所以就不放床垫，这样的话就少一点成本。我当时就想可能是真的，但是后来我问了几家以后，发现人家都是有床垫的，而且人家都很奇怪为什么我会这么问，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这家旅馆没有床垫，还是真的丁胖子广场附近的家庭旅馆都没有床垫，这一点我不知道啊。其他住过的人可以在我的评论里告诉我。住完3天以后，我就赶紧联系了第二家，这个第二家也是在网上找的。当时谈的时候，我觉得房东姐姐其实人很好的，我就请她来接我，价格是30美元。她的位置在洛杉矶的罗兰港，这里也是一个华人的区域，当然这里也有很多韩国人，在这里生活也是不用讲英文就可以的，几乎全是亚裔。在我来之前，我们已经说好了是650一个月。后来我在电话里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也不一定非得住1个月，我能不能先交半个月？那房东姐姐就说，如果你要住半个月的话，那你就给我350，如果你后半个月还要住的话，那你再给我300就行了。这个房东姐姐人其实真的很不错，因为我在网上也找过其他的旅馆，我发现她的这个方式比较灵活。在罗兰港有很多租房的，他是只愿意长租的，而且有的还要你押金。我在网上看了，就是有些人说，给了押金，然后到时候退的话很麻烦的，他们可能会找各种理由不退给你。但是我的这个房东姐姐她是没有跟我要押金的，而且付款的方式也比较灵活，而且她人本身也还挺好说话的，人挺不错的。唯一的缺点对我来说就是因为太远了，这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没有车嘛。如果有车的话，住在这儿其实也不错，又很安静又很安全。它这个位置是在山上，我要走到中国超市去买东西的话，要走2.3公里。我走下去的时候还好，走30多分钟大概就到了。但是我回来就很难了，因为我会买一些菜，我就用我的那个旅行包背着，有的菜还是挺重的，而且我不能买冰冻的，我也不能买太重的。我背着这些菜啊，我在回来的路上就是爬山了，我每次都要走1个多小时我才走到，因为我在路上我还要休息一下啊，真的是太难了。而且现在是夏天，很热的，大太阳这么晒着，路上的树也少，我每次都是戴着帽子背着这些包走。走了几次我就实在是不行了，我现在都是在网购，网购还挺方便的。但是在洛杉矶网购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在网购的价格要比商店里稍微贵一点，然后你还要适当的给点小费，所以这也无疑就增加了我的生活成本。关键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爱逛超市的人，我自己不能亲身的去逛超市，我觉得这个乐趣也少了很多，所以我现在还得再重新找房。这里也有厨房，也是可以做饭的。这个厨房有2个冰箱，我和其他的人用左边的这个冰箱。这个房间的床是有床垫的，我来之前我专门问了一下，房东姐姐就说当然有床垫了。卫生间也是我跟隔壁那个房间的人共用。就我现在仅有的2次租房，这2个房子都是不隔音的。房东姐姐也跟我说，她说美国的房子都不隔音，因为都是木板房。到什么程度，我给你形容一下，你可能就知道了。因为在我们国内的人可能都没有什么概念，这个隔音会糟糕到什么地步啊？就是我能听见我隔壁那个人手机震动的声音。我隔壁的这个邻居其实非常非常安静，就是他已经安静到你根本就是想象不到他在干嘛。我非常好奇，这个人怎么能不发出声音啊？就是我都能听见他手机震动的声音，你想想他得有多安静吧？就是挺好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房间不隔音呢，说话声音也要尽量小。我前2集我配音的时候，我那个声音都非常非常轻。今天我配音的时候呢，是因为我的邻居出门了，所以我就比较放肆一点，我声音就大了一点。不然的话，我像这种讲话他那边是可以听得到的。所以跟人合租的情况下，自己一定要安静一点。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啊。最后就说一下我这段时间在这儿租房的个人感受。当然因为我来的时间不长啊，我了解的并不是很全面，所以有知道更多的人可以在评论下面留言，因为我觉得这些信息有可能会帮助到需要的人吧，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很了解这里的事情。像我这样新来的，我就想多了解一下。首先找房源，你就在资讯网上找就够了，那边其实很多很多的。其次你跟这些人联系的时候，你有的时候要注意，就是有的人他那个照片他放的未必是他真的要出租的房子。因为我就遇到过有一个人他放那照片挺好的，我打电话过去呢，结果他就说那套已经出租了，我还有一套在哪儿，我把地址给你，你过去看吧。结果我一看那个地址很偏僻的，就根本不是像他广告中说的那样那个位置那么好，所以这种你也要注意，一定要先去看一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儿。还有就是交押金这事儿我觉得这事儿要好好考虑一下，因为我也见过有一些人说押金交出去以后是不一定能够收回的，有的房东会找茬，然后把你的押金扣掉，所以你也要小心这样的人。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不明白，因为本身房东你也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房客的一举一动说实话都逃不过你的眼睛的，公用设施你也是看得见的，就他那个房间里一个床一个桌子，真的值得押个好几百美金甚至上千美金的款吗？当然有的房子特别豪华房间里配备的也特别奢华的那个除外。房客在走的时候你可以去看一看少了什么没有，有没有什么坏的，有什么必要收押金。其实这一点我也是有点纳闷的反正我自己呢，我肯定是找没有押金的房子。当然我住的时候我也会好好的对待人家的房子，要爱干净，不要弄得乱七八糟的。走的时候要给人打扫干净，就像你刚住进去的那样，这是肯定的，这一点我是绝对的要做到的。我住到第二个民宿来的时候，当天我就把他们的冰箱也给擦了，水槽也给洗了，厨房那个台面上我也擦了一遍，特别是我自己要用的东西我全都有给它洗出来一份，我单独放在一边用，没有跟他们的混在一起用。我自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我去哪个地方我都会看一下干不干净其实我还特别会注意细节部分是不是有点矫情啊？我那天把人家这边擦了以后，我有点特别不好意思，我就跟房东说不好意思我说你别嫌我矫情结果房东姐姐笑的呀，他说你给我全部都擦了吧，我更高兴。我说那我不擦。挺好玩的。所以就是住在人家房子里一定要爱干净，一定要爱惜房子，这是必须的。自己用过的厨房你也都把它收拾干净，方便下一个人使用，因为你去使用的时候你也不想还要收拾上一个人的残局，对吧？租房的时候你最好先看一下那个房子里已经住了一些什么人，有一些不好的人最好是不要住在一起，特别是像我这样单身在这儿住的，万一起个什么冲突或者是遇到什么事情很麻烦的。就是我住的第一个旅馆那边住了一个不太好的人，一个小年轻，我跟他还差一点就发生了冲突，当然不是因为我的事情不过这个算了就不说了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觉得你只要自身能把这些做好，我觉得房东应该都是很欢迎你的。看我频道的人知道我在乌拉圭是做民宿的嘛，所以我深的理解这一点。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房客是这样的人，大家相处起来也就和谐那么在你的这个合租生活中你也就不会有什么不愉快，我是这么想的我在找房源的时候我还看到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有一些人的广告里面提到说卡车司机优先，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因为卡车司机不是天天在家，一周只有2-3天或者是1-2天在家，所以这些人更愿意租给卡车司机。更多人的广告里面提到的是不吹或者是减吹，不吹就是不让你在他们家做饭，减吹呢就是说让你在他们家做饭，但是你只能做简单的，不能做什么大鱼大肉之类的。甚至我还见过有一个人在广告里面写到他的房子要租给白天不能在家工作的人，那别人租房是付的全款吧，这一天24小时这个房间应该都是属于他的吧，他白天还不能在里面待了，这算哪门子租房呢？你把你的房子拿出来租，你有你自己的选择。不过我在想，既然你都已经把房子拿出来租了，那何必对别人要求这么苛刻呢？所以我个人的建议就是打出这么苛刻租房广告的，你如果看到你最好是不租他的。也许你想着说他的房子位置好，或者是哪个条件怎么好，你勉强住进去了，
但是你会发现后期你们可能会双方会更不愉快。据说在美国，咱们华人在交租金方面是最好的，基本上不会赖账。有很多外国人，他们租房，他可能会不交房租，而房东也不能把他赶出去，需要打官司什么的，挺麻烦的。我这个房间算是很便宜的了，650，更多的房间其实更贵，都是700多、1000多这样的。其实这个钱也不算少了。本来租房就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临时的安身之地，不让你做饭，甚至白天都不让你在家里。那我建议你真的是好好想想，免得搬进去了，刚住2天又想往外搬。如果你在交了押金的情况下，你可拿不回那押金了。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那为什么不直接找本地人租房呢？其实在美国租房，如果你要找本地人租房的话，他们都会需要看你的信用分，信用分是靠你平时的信用积累而成的。而像我这样只是短暂停留，或者是你刚来美国，你是根本没有信用分的。所以在华人区租房其实是一个好选择，但是要选择一个好房东，这也是你必须考虑的，否则3天2头搬家，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在这里租房一般都是水电煤气网络垃圾费这些杂费全都包括在内的。我看见有的人说房东会在他用水用电做饭的时候指桑骂槐，或者是不高兴摔摔打打什么的我觉得这样的房东我是受不了的。咱不能又拿人家的钱还不让人家好好的生活，对吧？我觉得你既然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了，只要这个房客是爱干净的不乱来的那就行了。那他基本的这些生活需求你得满足人家呀，不然你收人家的钱，人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凭什么呀，对吧？而且咱们本来就是身处异乡，善良一点不好吗？现在也希望我遇到一个合适的房子，人也好相处的这么一个地方，我现在也希望遇到。好，那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吧，谢谢大家的观看和陪伴。下集咱们说说我学车的事，或者是反正还有很多事情要说呢，慢慢来吧。咱们下集再见吧。